大家好，我是曼大。如果您在曼好频道中有收获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期待曼好频道能陪伴版友一起获利共好。我们曼好频道的理财主题分别有房贷存股套利系列、零成本存股系列、美债 ETF 实战系列、全持股实战系列、动能致富系列以及特别篇的重点分享。今天这集是房贷存股套利系列第20集前情提要。曼大在2021年6月申请到挂4。20年期的360万房屋抵押贷款后，用2年多时间打造出自主 ETF， 目前是34档个股5档 ETF， 去年跟今年的股利殖利率都有 7% 以上表现，如今这个存股账户已步上轨道，永动机开始转起来，未来只要在年底统计好股利，1年设定一次，按月设好下一年度12个月房贷月缴金额，1个月自动解开一包定存缴房贷即可。另外，还有一包小钱地震火险费用1626元也要记得设定。今年自主 ETF 的股利统计到4月17日，出估有 28.8 万元，360万房贷1年本息是 22.5 万，现在只要跟时间做好朋友，20年后房贷用股利缴清，自主 ETF 里头的全部股票价值，都是我们用自己的理财能力所赚到的。这个频道有人帮助版友提升财商的资讯，有用资讯自己挖，倘若能从中得到启发，会有机会加速您到达财务自由的目标。这里是曼大自主 ETF 的全部股票，在零成本存股系列的影片中，您可以学到曼大为什么存这些股票的选股逻辑。目前零成本存股系列做到 EP16、新巨、0056两档股票都有涨超过 100%， 但我还没做影片，有时间再把影片补上。曼大自主 ETF 中有34档个股及5档 ETF， 不含台积电的话，目前有17档曾经成功涨超过1倍。倘若在涨1倍时选择卖掉一半部位，拿回投资的成本，就可达成该股票零成本投资的目标。这个星期风益股利开奖，预计配发现金股利4元，以及股票股利2元，等于一张股票还可以配发200股零股，以今日4月17日价格 72.2 元计算，等于一张可以领到4000元股利，还有价值14440元的股票股利，以曼大持有成本 30.31 元，可以说是非常超值的一次投资。风益是劲风的母公司，去年劲风也有配发股票股利，一张可以领到570股的股票股利，有持续追踪曼好频道的版友就知道，曼大陆续在 99.5 元、108元、118.5 元，陆续将劲风的925股零股获利了结，换股到00830国泰费半。这个月川普黑天鹅一来，无一幸免的大家一起跌。每年3月股利开始开奖，统计到4月17日，自主 ETF 存股账户股利开奖统计如表所示。目前为止，今年估计可领到 28.8 万，房贷本息1个月是还款18611元，每年5月缴一次1626元地震火险费用，倘若没有再升息，1年的房贷费用就是 22.5 万元。目前这个贷款已经快要走完4年，再过16年，房贷缴完后，原本要缴房贷本利的 22.5 万元，就会全部变成曼大的被动收入，而且表上自主 ETF 的全部股票，也都将变成自己的财产。投资理财有风险，特别是这次川普黑天鹅来袭，曼大用房贷存股套利，存的都是股票，还没有开始用质押，所以没有融资断头的问题。这波受伤比较惨重的投资朋友，是使用期货杠杆倍数过高，或者质押使用 167% 极限维持率，结果遇到4月7日无量下杀，股票卖都卖不掉的风险，连 PTT 的713存股王都惨遭毒手。提醒版友，曼大并非鼓励版友现在立刻去使用房贷，然后轻松的无脑套利。虽然现在转增贷的额度开始慢慢有回温了，借贷利率也比较友善了，但还是有不少房贷利率喊到 3% 以上。建议版友跟房贷行员保持互动，等房屋抵押贷款利率回到正常，或者可以申请到 2.5% 左右的房贷利率，再考虑启动您的计划。曼大在房贷存股实战系列 EP6 到18，陆续解密江纪元、怪老子、讲课人等人如何善用房贷存股套利的攻略。这集的案例分享是缺老师的频道会员，他也是成功的善用房屋增贷，加大存股部位，放大获利。借贷投资只要不使用融资、期货等杠杆工具，稳稳的存股50%。只要注意好最重要的现金流，现金流最重要，所以要特别强调，搭配20年存股的耐心，绩效一定会是非常可观的。这个案例幸运搭上新冠肺炎，2022年通膨失控，大盘回荡，光5年就有接近翻倍的报酬了，20年6倍的投资报酬，你满意吗？其实过往的标普500就成功做到，推荐版友参考缺老师上小宇宙大爆发的影片，缺老师又出新书了。这本书谈节税，相对比较适合高收入的版友，比如所得税大于 12% 的族群，如果每月薪资有在提拨 6%劳退新制的版友，您可以考虑不要提拨 6% 了，将这笔金额投入到0050或者美国标普500，
累积到退休年龄之后，有机会帮您多存一份千万退休金。我将影片连结放在资讯栏，有兴趣的版友可以参考学习。从这个影片内容可以学习到，只要愿意在投资上花时间，通常可以取得不错的报酬。比如这位清洁队司机，他并没有参加缺老师的实体课程，曼大也没有上缺老师的实体课程，不过我们光是看书就可以学以致用了。这代表书中分享的方法并不困难，看书学习相对容易学到完整的投资逻辑。要写一本书并不是那么容易，由于版面充足，所以通常可以交代的比较清楚，包括非常多细节。制作 YT 影片，通常只能挑重点中的重点来讲，只要细节一多，稍微没耐心的观众一下子就切走了。要将完整的资讯交代清楚，透过 YT 影片是相对比较困难。薛老师这位频道会员，一开始是纯台积电，本金是390万，后来使用300万的房屋增贷，等于是用本金690万。从2019年到2024年的6月，5年滚出1500万。以会员写这封信的2024年6月19日，当时大盘点数约在23250点附近。因为现在写稿的当下，台股大盘指数目前在19466点，大盘下跌16.3%，他有1/3的资金放在债券，但近期这波股债双杀，估计资产回荡到1300万左右，换算绩效也有近80%，绩效算非常好的。我们频道曾多次介绍《阿甘投资法》这本书，好书不用多，真正有用的一本就足够。薛老师《阿甘投资法》实体课程，门票费用是13000，线上课程5个小时，费用是3080元。我是透过书籍来学习，买书费用331元。透过书籍学习 CP 值最高，但不见得适合每个人，版友可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学习方式来学习投资理财，只要能持之以恒，相信都会有不错的成果。曼大自制浅显易懂的表格，对照目前大盘的跌幅在什么位置，从2024年7月12日的历史高点24416点，从历史高点回落的跌幅百分比，曼大认为回荡30%才是正式股灾区。4月9日收盘价是17391点，从时高回荡28.77%，很接近负30%正式股灾分水岭，不过就差这么一点点，就迎来川普宣布暂缓关税的消息，然后大盘就微转10%上来了。曼大4月18日写稿的同时，大盘指数目前是在19446点的位置，对照大盘回荡跌幅是负20.36%，这波回荡已跌破去年8月日元套利平仓19662点的位置。曼大相信在此时适度的参与市场，3-5年后再回头看，应该会像上面这位清洁队员，感谢自己参与市场。你可能会问，什么是适度的参与市场？假如我有100万的闲置资金可以投资，我分享一个我会用的策略，比如大盘跌10%，我就买10万50，大盘目前在20%的位置，我可以再买20万的0050，接着在大盘跌30%的时候，再买30万，剩下的40万可以在大盘跌40%的时候买入。分享我习惯使用的左侧交易布局策略，供版友参考。倘若您原本就有自己的投资策略，当然是以您原本的策略为主。曼大自己在这波回荡，有做卖在换股的部分操作。曼大是设定在大盘跌50%，将全部债券转换成股票。第一阶段的换股计划是设定在跌30%，将第一部位的美债换完，大盘还差一点才跌到30%，所以还有部分没转换成功，在耐心等待川普搞事了。这次下跌，看到不少版友受伤惨重，当然我自己也逃不掉。股票现值蒸发是500万，大盘回荡超过20%，因为有做股债平衡，回荡降低到仅约10%左右的金额，但因为自己的投资策略非常清楚，所以除了没有恐慌，还稳稳的走在别人恐惧我贪婪的路上，我们心态还算是稳健。回到我们340万房贷存股部位现况，这个月按兵不动，投入成本没变动，为实现损益减少517742元，含息报酬率跌掉14.41%，现金余额部分缴了一期的房贷本金加利息18611元，现金余额减少18426元，已缴房贷本息加活险总额升到820894元，房贷余额减少12697元，房贷余额为3027946元，存股账户总市值减少536168元，市值5201487元。从2月底的史高630万市值下跌至今，已经跌超过100万元。长期待在市场的版友，日后一定会慢慢习惯这种跌幅，和曼大一样处变不惊。接下来分享实际对账单最新状况，为实现损益获利是1191076元。我放上2月20日和4月18的左右对照。虽然国泰费半这波换股仍有进步空间，但我相信未来几年后，这个换股操作是正确的决定。新麦是零成本存股 EP11 的主角，
信锦是零成本纯股 EP13的主角，这波信锦从100元摔下来，最低到69.4元才开始反弹，以今年股利 5.5 元除现价 76.2 元，有 7.2% 的股利，算是非常不错。由于关税战可能会打乱全球供应链，所以想入手的板友要认真研究关税的影响，再下手会比较安全。这里是对账单的第二部分，新巨、盛基、伟讯这波都跌蛮惨的。神基是零成本纯股 EP04 的主角，神基受惠于工业电脑产业逐渐复苏，生成式 AI 应用推动市场需求，近期表现很不错。另外在 AI 应用的带动下，新巨跟伟讯后市仍然可期，可以多加留意。这里是对账单第三部分，我在140元已出清高技，高技近期表现仍然强势，受益智邦800G 交换器需求的增长，并随着博通晶片供应的增加，智邦手握大量订单，进而带动高技的股价上涨。此外，茂讯估值已经成功达到125元以上，我有进行部位调节，换股到非半跟凯基金55，但这波下杀也难逃魔爪，受伤惨重。这里是对账单第四部分，劲风是 EP2 的主角，至上是 EP7 的主角。曼大在劲风再涨1倍时已卖出一半部位，由于去年劲风配股 5.7 元，多出来的零股，我就顺前阵子的连续涨停，陆续换到0926存股。近期劲风、至上都有明显的回档，有兴趣的板友可以再认真研究，设定自己认为超值的价格，再来入手存股。这里是借券出去收利息的部位，这个部位需要自己计算未实现损益，截图时间是2025年4月18日，经过计算，借券部位未实现损益是230375元。创建是 EP12 的主角，我还没卖出一半，达成零成本存股的目标，接下来可能会考虑卖出一半。创建近期股价表现不错，主要记忆体市场的回暖，创建2024年股利配发 6.1 元，吸引了大量买盘进驻，推动股价上涨。不过现在不是布局创建的好时机，建议板友再多加观察，耐心等待好时机再出手。最后是我们投资现况的小结，统计自主 ETF 存股账户从2021年6月到今天的投资现况。截至2025年4月18日止，大盘指数的跌幅是 15.51%， 我们存股账户报酬率是 15.21%， 前几个月还跑赢大盘，这次下杀无一幸免，跌幅已经追上大盘了。这种时候有能力选股的板友，就有机会在股灾的情况下，选到超跌的优质好股，获得超额报酬，凸显出自己有能力选股的优势。损益部分，借券部位的未实现损益是230375元，现股部位的未实现损益金额是1191076元，两个部位加总起来，账上未实现损益金额是1421451元，加上今年已实现损益222106元，和今年之前的已实现损益243721元，账户不含息获利是1887278元，再加上定存利息以及借券利息，含息获利已经有1964116元，总报酬下滑到 52.52%。以上就是我们这集的全部内容，期待板友能从中有所收获，慢慢变好，越来越好。我们下期见。